大家好，我是美食多。人老了走路没劲，莲子加上它堪称不盖王，让你骨头坚硬，远离骨质疏松，走路更有劲。人到中年，人生就过了一大半，在这个阶段，你可能会发现你的健康不如以前了，走一小段路就会气喘吁吁，感觉胸闷气短，觉得自己的骨头也没有年轻时那么坚韧了，时不时撞一下就会断，所以不敢出门，不敢在雨中行走，怕一不小心就会跌到骨头，自己遭殃，孩子遭殃。就是因为骨质疏松的原因，造成骨质疏松的原因在于骨质流失，导致骨密度降低。中医上讲肾主骨生水，老年人由于肾气渐衰，所以会出现骨质疏松。老年朋友不仅是肾气衰退，全身的机能都在衰退，所以想预防骨质疏松，光补肾是不行的。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道特别的治疗方法，食材很常见，做法也很简单，只要坚持1周的时间，腰不酸了，腿不疼了，不但可以很好的预防骨质疏松，还能提高身体免疫力，让我们的身体越来越有劲。首先准备10克莲子，莲子有很好的滋补作用，莲子中的钙、磷、钾含量非常丰富，有这3种成分，是构成骨骼和牙齿的重要成分，能够帮助我们增强骨密度，所以经常吃莲子就有非常好的固齿和预防骨质疏松的作用。我们先把莲子倒入大碗中，然后加入适量的清水，洗去莲子表面的灰尘。从中医角度讲，莲子能够补肾和补脾，莲子含有的微量元素能够帮助我们身体促进血循环，帮助预防心血管疾病，并且除此之外，莲子还可以控制身体的水平衡，预防痛风的发生。莲子清洗干净之后，控水捞出，先放在一旁备用。再准备10克薏米，薏米的营养价值很高，它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，有促进新陈代谢、减少肠胃负担的作用，可作为病中或者是病后体虚患者的补益食品。薏米对慢性肠炎、消化道不良有特别好的效果。薏米还能够增强肾功能，有清热利尿的作用，可以提供骨质疏松患者所需要的钙质、铁等微量元素。薏米同样将它清洗干净，然后先放在一旁备用。红枣可以补气、生血、安神助眠，正处于生长阶段的孩子以及老年人可以多吃一些红枣，可以避免骨质疏松。红枣既是食品又是药品，可以用来煲汤、熬粥、做糕点等。红枣在晾晒的过程中会有很多的灰尘和污渍，所以在清洗红枣的时候，可以加入适量的面粉搓洗。面粉能够很好的吸附干净表面的灰尘污垢。红枣进入体内之后，能够促进白细胞生成，而我们知道，白细胞它本身的存在，主要价值就是能够吞噬各种病毒，所以经常吃红枣，免疫力会更好。红枣还有一定的防癌抗癌的作用，常吃红枣可以补中益气、软化血管，还能预防心脑血管疾病。红枣中有特别丰富的维生素，能够促进皮肤细胞的新陈代谢，维护皮肤健康。红枣清洗干净之后，用剪刀剪成小块，去除枣核。接着再准备一个红薯，削去红薯皮。红薯富含蛋白质、淀粉、果胶以及各种矿物质，可以通便排毒，辅助降压、美容养颜。在日常生活中，很多老年人都特别喜欢吃一些红薯。红薯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，并且膳食纤维容易被人体吸收，
所以它对润肠通便效果是很好的。红枣中含有钾元素，因为钾和钠是影响血压高的重要因素，如果人体摄入足够的钾，就会促进血液排泄出多余的钠。红薯去皮之后，将它切成小块。红薯中的钾元素和叶酸还可以保护心脑血管，对预防老年的冠心病有非常好的效果。食用富含钾的食物还会促进体内矿物质水平平衡，最终起到辅助降压的作用。下面再准备一根山药，削去外皮。中医认为，山药具有补脾养胃、补肺益肾的作用。山药含有丰富的纤维素，可以降低胆固醇，因为膳食纤维可以缩短食物通过小肠的时间，从而减少胆固醇的吸收，有利于胆固醇转化为胆汁酸以及胆汁的排出，避免了胆固醇的含量增高，减少了多余胆固醇和脂肪在血管壁上沉积的机会。山药含有皂苷粘液质，可以降低胆固醇和甘油三酯，对高血压和高血脂都有改善作用。山药去皮之后，将它切成薄片。山药也可以帮助我们促进钙元素和维生素 D 的吸收，从而帮助增强骨密度，预防骨质疏松。山药切好之后放入盘中，接着把准备好的食材全部倒入锅中，再加入适量的清水，盖上盖子，大火烧开之后煮上30分钟的时间。朋友们、家人们，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，帮忙点一个免费的 like， 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，对美食多来说可以高兴的睡不着觉。现在这个视频就辛苦您帮美食多点赞转发一下吧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。这道粥不管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都可以多食用，它能够使你的骨骼更加的坚硬，更加灵活。只要坚持吃上一段时间，你会发现走路脚不酸了，而且更有劲，骨头也更加的坚硬。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各位哥哥姐姐动动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点击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，我们下个视频见啦。